林先生，您确定要把苏氏集团名下的所有财产都转移到海外账户吗？确定。那这边请您签下字。我需要再提醒您一下，只要您在这份文件上签字，3天之后，您的妻子苏雨墨名下的苏氏集团将破产。您，我就是要让苏氏集团破产。好的，那我们这边即将为您启动资产转移程序，3天之后即将办理完毕。您出国的飞机也已经帮您安排好了。和苏雨墨结婚5年后，我决定结束这段婚姻。人不会忽然决定离开，除非他攒了足够多的失望。李总好。林副总，您回来了。林副总，您不是之前车祸受伤了，还在恢复吗？怎么突然来公司了？是不是想苏总啦？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我回来看看。用这个做结婚纪念日礼物，雨墨他一定会很喜欢的。雨墨，你怎么在我的办公室啊？这是……你怎么来了？哦，这是我的新实习秘书顾谦，他的能力很强。你怎么穿着我的衣服？苏雨墨，给我一个解释，为什么我衣柜里的高级定制西装会在他的身上？不就是一套衣服而已吗？你有必要这么小气？回头我再送你一套不就行了？一套衣服而已，这是限量的手工高定，全球仅此一套，是你作为我的妻子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他顾谦什么身份啊？他配穿这套吗？还有，谁允许你把属于我的东西随便送人的？雨墨姐，飞宇哥是不是生我气了？不用理他。飞宇哥，都怪我。雨墨姐说我穿这个衣服好看，我才穿的。我不知道这个衣服是你的。你现在知道了，就马上给我脱下来。这么没规矩的东西，哪个瞎了眼的招进来的？够了！顾谦是我亲自招进来，一会儿他还有项目要在这儿谈。你先出去控制一下情绪，别再吵闹。苏雨墨，你说什么？他一个实习秘书，要在我的办公室里谈项目？林总，这间办公室现在不是您的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身为集团副总，我的私人办公室被一个实习生给占了。林总，您车祸住院这段时间，苏总说这间办公室空着也是空着，就让顾秘书先用了。给我一个解释。你住院这段时间我太忙了，没有去看你，是我不对。但是这不就是一间办公室吗？反正你现在又不用，给顾秘书用用怎么了？你至于这么小气吗？雨墨姐，你不用为我争。我觉得飞宇哥说的没错，我只是个实习生，我根本不配在这么豪华的办公室。我现在就收拾东西，给飞宇哥让位置。你不用搬。这次和 A 集团的事情帮了我很多，这都是你应得的。雨墨姐，
我的奖杯，我的钱款，我的全家福呢？这个奖杯是我带着整个项目组几百名员工兄弟连续加班1个月为苏氏赢得的上市机会。这个奖牌是我花了整整5年的时间联手赚来，为苏氏拿到的全国科技第1。这个全家福是我们儿子满月那天买的。谁给你的权利把他们扔在垃圾桶里？飞宇哥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闭嘴！你不配叫我的名字。最后一次机会，我给你们3分钟，把这儿给我恢复原样。林飞宇，你别再闹了，不就是几个破奖杯、一张破照片吗？目前他又不知道这些。你是我老公，是公司副总，你照顾新人怎么了？有你这么小气的人吗？对你实在是太失望。A 集团的人马上到了，走，我带你出去谈。还有1分钟。时间到了，苏雨墨，既然你坚持要替他出头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张董，我是林飞宇。关于你们接下来和苏氏的合作，我住院1周，公司的盈利下降了20%。你们是怎么？林飞宇，到底想干什么 ？A 集团的张董当众羞辱顾谦，说他是小白脸，靠身体上位的男人。难道不是吗？还说苏氏集团全是靠你起家，说我趁你养伤期间包养小白脸，不知感恩，忘恩负义。飞宇，这都是你造的谣。苏总，我没有那么过分。再说了，是非对错，旁人都有眼，自会评判。顾秘书不开上路已经走了，和 A 集团的合作也都讲黄了。林飞宇，你满意了是不是？对，满意，我非常满意。你们这叫自作自受。苏雨墨，你给我看！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快住手！这可是我从海外刚嫁带回来的女儿。为了个小白脸儿，你毁了我的西装和办公室，我砸了你的这些古董，这很公平吗？我告诉你，别再让我看见顾谦，下不为例。你这个负离子！要是没有林总，哪还有现在的苏氏集团？要我说啊，林总就是对苏总太好了。反正林总在哪，我就在哪。我这辈子呀是跟定林总的。我也是。你就是那个小白脸，挑拨林总和苏总的感情啊，真不是东西。我的公婆。你穿着林总的西装，住着林总的办公室，把林总辛苦为公司赢的奖杯和全家福扔进垃圾桶里的时候，你就该想到有今天。赶紧从公司滚蛋，不然小心我揍你！走，我去吃饭。雨墨姐，我已经提交辞呈，准备离职了。他们
还是没有放过我。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决定，跟飞宇哥没有关系。飞宇哥做这些都是为了公司好。李先生，夫人已经很久没回来看安安了，要不要给她打个电话？苏小姐，你需要林氏的资金和人脉，我需要苏氏在国内的生产基地。这场商业联姻，我同意了。阿玉，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场商业联姻，婚后我会爱你，敬重你，我还要给你生个宝宝，我们白头偕老。林飞宇，你为什么要欺负顾谦？为什么要找媒体网暴他？我没有网暴他。苏总，我被网暴了。林总的合作商把我的照片发到网上，所有人都在骂我，说我是小白脸，是靠身体上位的男人。林总的手下说要打死我，我好害怕呀，我根本不敢出门。林飞宇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顾谦他已经走了，他已经辞职了，你为什么还要针对他？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恶毒了呢？仗着副总的名号肆意妄为，滥用职权。王嫂，来了，先把安安抱出去。哎，哦好，那我们走啊，走。你的手怎么？苏雨墨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顾谦被欺负和网暴都不是我授意的。是你一直在纵容他，才让他肆意妄为，旁人都看不下去了。我跟顾谦清清白白，清清白白，清清白白。你会送他西装，你会让他搬到你隔壁办公室，会跟他距离那么近。你以前的那些秘书，连到你办公室汇报工作你都不让，你现在却为了一个顾谦频繁破例，甚至跟我这个丈夫怒目相向。苏雨墨，我的确喜欢你，不然不会娶你，也不会让你怀上我的孩子。可我林飞宇也容不得半点隐瞒和欺骗，哪怕你只是精神出轨，我也不介意给我的孩子换个妈。林飞宇，现在苏氏已经不像从前了，你是我的丈夫，我尊重你，才会对你百般忍让，才会让你滥用职权，伤害我看中的员工。但是顾谦他什么都没有做错，这次我不会牺牲他，也不会让你乱来。林总，苏总刚刚重新聘用了顾谦担任首席秘书，薪资和地位都等同于副总，还专门让法务部发了声明，说顾谦能力出众，任何人敢造谣针对他，就立刻走人。飞宇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辅佐苏总，绝不辜负苏总对我的信任的。儿子，我听说雨墨最近和一个男实习生我听你们苏氏集团的员工说，苏总和一个男秘书关系不一般。林总，你得小心点啊。苏雨墨，既然你坚持要选择站在顾谦那边，那就别怪我不顾这5年的感情了。李律师，我需要你立即给我准备一份离婚协议，确保资产分割清晰。另外，儿子归我。李总，离婚不是小事。立刻，马上！我要在3天内拿到这份协议。这件事不用告诉苏雨墨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5年前，
林氏集团投入苏氏的核心技术团队，以双倍薪资全部调回林氏，3天后执行。是。对了，通知所有林氏集团的合作伙伴，暂停一切与苏氏的合作项目。是，林总。好的，那我们这边即将为您启动资产转移程序，3天之后即将办理完毕。您出国的飞机也已经帮您安排好了。5年的回忆，我给予苏氏太多便利和资源，如今都该收回来。苏雨墨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感谢苏总送的限量版跑车和手表，苏总的心意我会好好珍藏的。感谢苏总带我参加这次的股东大会，我一定会带领苏氏集团一路猛进，早日超越林氏集团。飞宇哥，这是我给雨墨做的爱心便当，他说很好吃，我会替飞宇哥好好照顾。李先生，你的律师刚刚来过了，送了一份离婚协议。对了，您的助理说，私人飞机的海外航线已经申请好了，距离起飞时间还有3个小时。好，我会准时到。王嫂，你跟我们一起出国吧，以后你就是林氏的人，我会用最高的待遇聘用你。我，林先生，我不过就是一个保姆。无妨，从安安出生，你就一直在照顾他。好了吧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带他来家宴的。你就是太尊敬他了，他才会整天耍大少爷脾气。我怕我带他走了以后，安安会不适应。好的，李先生。走，阿宇，你要去哪儿？阿宇，我刚刚好像听你说。没什么，你有事吗？爸今天过生日，想让我们回老宅，他总是念叨你，你也该回去看看了。飞机还有2个小时。你这几天很忙吗？也不去公司，顾秘书可是天天在公司陪我加班，一点怨言都没有。你要是不想去老宅，我就自己去。你先回去，我随后就到。王嫂，你先带安安去机场等我，我一会儿就到。是。我们走吧。也是时候，该给这段感情画个句号。来，飞宇啊，这是今年新上的龙井，你最喜欢的。知道你爱吃这个呀，我亲手做的。你平时工作忙，也要注意身体啊。谢谢爸，谢谢妈，我会注意的。默默这孩子啊，被我们惯坏了，做事任性，你可千万不要。爸妈。啊，这是顾谦，是我的。嬷嬷，今天是家宴，怎么能带一个外人回来？爸，顾谦不是外人，是我的首席秘书。我们刚忙完公事，就顺路一起回来了。这是家宴，怎么能和公司事务一样呢？让他出去。伯母，你们别生气，我就是来拜访你们，然后送下生日礼物的。你们千万别生气，我把礼物送完我就走。飞宇哥，你也不会介意的，对吧？飞宇他又要管林氏，又要管苏氏，比你忙多了。咱们没钱带一个秘书回来。王美阳，送客。是，行了爸，顾谦他是我的得力助手，在公司都忙一天了，也没吃上一口饭，就留他吃个饭。雨墨姐，要不我还是吃吧，这是你最喜欢的辣子鸡。阿宇，你也吃一块。不必了，我吃饱，我先去休息了，你们继续。妈妈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？飞宇他有胃病，从来不吃辣。你快去跟阿宇道歉啊！我只是工作太忙忘了而已。再说了，我们2个是平等的夫妻关系，我又不低他一等，凭什么每次都是我先道歉？哎，嬷嬷呀，是你的错，那家宴怎么能带一个外人回来？成何体统？阿宇这5年来为苏氏付出了多少？没有阿宇就没有苏氏的今天。我们就算是不认你这个女儿，也要认他这个儿子。我承认，
他以前是给公司付出了不少，但是现在苏氏是我在管，难道我要供他一辈子啊？雨墨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再给飞宇哥一次机会呗。好，我就看在你们的面子，再哄他最后一次。海外资产到账了。林先生，小少爷已经到机场了，飞机马上起飞，正吵着要您呢。好，我马上就到。戴上这枚戒指，你就要被我圈住一辈子了。我苏雨墨要陪伴林飞宇一辈子，真心不变，白头偕老。这5年的感情，终究是一场空。再见，苏雨墨。什么？什么？阿宇他要跟我离婚？这为什么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你去哪儿？找他问清楚。林飞宇，林飞宇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有没有看见林总啊？你呢？你有没有看到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阿宇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雨墨姐，你回来了。找到阿宇了吗？到底为什么找不到他？林飞宇自从跟我结婚这5年来，除了家和公司，他哪儿都没去过。他到底还能在哪儿啊？够了，默默。这些年啊，都是我太纵容你，才让你变得这么自私。他一个林氏财团的大少爷，从出生开始，身份就是尊贵的，就应该为你做这些。他为我做什么了？飞宇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吃辣？难道你不知道他有极其严重的胃病，发作起来要命的那种？可他是为了你和苏氏企业的商业伙伴喝酒应酬，这一应酬就是5年，喝到吐血，也从来没停过。好，那你明天把下个月的计划表发给我。林飞宇，你给我起来！老婆，你别叫我老婆，我没有你这种每天不务正业、只知道喝酒喝到烂醉的丈夫，你不配。怎么会这样？伯父，你说也太夸张了吧？他可是林家集团的大少爷。是啊，他的地位那么高，他怎么可能用得着跟这些人应酬啊？默默呀，难道你忘了，苏氏企业5年前还只是个2流企业，而林氏财团
手握庞大的资金和人脉，有更好的发展，一开始就不同意和我们联姻。是啊，就因为你当年的一句承诺，他硬扛了5年的家族压力，放下身段，和那些人应酬到深夜。这些，你难道一点都看不到？没有人告诉我这些啊！愚笨！你不知道的事儿太多了。这5年来，你很少回家。我和你爸一直都是阿宇在照顾我们。去年你爸犯病，坐了半年的轮椅，大小便失禁，也都是阿宇。我真的是错了，嬷嬷呀，你总说我们把飞宇当成亲儿子，过度的疼爱他，可你知不知道，这些年他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大的罪，从来没说过。是啊，大小姐，您是不是忘了，今天不光是老爷的生日，也是您的结婚纪念日啊！阿玉，以后每年的结婚纪念日，我都会给你准备礼物的。收到，默默公主。我失望了，我什么都没有准备，是我错了，这些都是我的错。伯父、伯母，你也别光着批评雨墨姐了。刚才飞宇哥不是也没准备礼物吗？林先生1个月前就给你把礼物准备好了。小姐，你不给林先生准备礼物就算了，怎么能在结婚纪念日上再来个外人跑回来气他呢？陆雨墨，你怎么忍心的呀？是山海大师的手工定制款，全球仅此一件，需要定制人亲自参与制作。默默，结婚5周年快乐！比礼物更贵重的是我的心意。对不起，阿宇，对不起。手伸出来！杀人不过滔天地，你又何苦要诛仙呢？都是我们把你惯坏了，今天我要用家法教训你。是我的错，我知道错了。哎，伯父，你别打雨墨姐了，你要非要生气的话，你就打我吧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这个什么东西？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管家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，不许踏进我老宅一步。是。晚了，气走了。好了，你再打下去，他手都要废了。你可以让公司的人看到，他以后还怎么管理啊？他都是被你惯坏的。你放心吧，你一定会把阿姨找回来的。可是你已经把他的心伤透了，阿姨她不愿意再回来了。不可能，林氏的大部分资金都投给苏氏了，阿宇他一定会回来的。
说什么？公司账面上的资金都被清空了？怎么回事？苏总，林副总将他在苏氏集团名下所有的个人财产全部转走了，集团账面上现在超过1000亿的资金已经被清空了。苏总，苏总，你最爱的无糖热拿铁，我可是排了一早上的队，专门给你买的。谢谢你，顾谦。不过叫你们苏总出来！你们苏氏集团的合作我们不行。王总、李总，咱们和苏氏集团一直合作好好的，怎么忽然就不合作了？我昨天晚上才知道，林先生已经不在苏氏集团了。如果他不在，那咱们也没有合作的必要了。没错，我们和苏氏集团的合作一直都是最低的价格，那就是冲着连副总的面子。今天见不到他的人，合作终止。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苏总，咱们现在资金链断了，合作也要没了，怎么办啊？我不知道。先稳住他们，启动应急预案吧。我累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好。顾谦，你说他真的不回来了吗？徐墨姐，要我说呀，你还是太关心这个飞宇哥了。他现在关机闹消失，明显就是来耍小孩子气的。他的目的啊，就是为了让你着急，让你后悔。再说了，他每一次闹事儿，不都还是乖乖回来找你吗？可我觉得这次不一样。徐墨姐，你放心吧，飞宇哥兢兢业业在公司干了5年，现在苏氏集团发展这么好，几乎全国1半的市场全都是我们的，他肯定舍不得他那个苏氏副总的身份。你放心吧，他肯定会回来的。徐墨姐，要不这咖啡也趁热喝了吧？公司的事情由我来，你放心，我会永远陪着你的。我相信你的能力。公司应急预案一共能拿出多少钱？银行已经停止贷款给我们了，最多只能拿出3000万。3000万？怎么能这么少？这也就够做一个项目的。是呀，这次项目如果失败了，这苏氏集团可就要破产了。我早就说了，苏氏没有林总不行，要不是他们把林总逼走，现在怎么会？你给我闭嘴！那个林飞宇算个什么东西？我跟你们讲清楚了，那个林飞宇现在已经滚蛋了。我才是整个苏氏集团的代理掌权人，他能做的，我可以做的比他更好。这3000万资金全部做我的新项目。什么？未来生物科技？这类型公司从来没有做过呀！我管你做没做过，我已经查过了，这个方向现在就是最赚钱的。你们不做就给我做。可是这生物科技的水很深呀，这万一……我是斯坦福金融系毕业的，你们谁有我懂？不做这个项目的，直接给我开掉，立刻滚蛋！不是人家做啊！林总，5年前投入苏氏的那100名员工，现在已经全部向咱们林氏提交了入职申请。另外，截至目前为止，我们用双倍的价格，已经成功的挖走了苏氏将近200名核心技术成员。苏氏的股票开盘就跌停，离破产不远了。做得不错。没有了林氏资金支持，没有了核心技术团队，那苏氏就是一条没有水的鱼，挣扎等死罢了。哦，对了，林总，还有一条有趣的消息。据说那个实习生亲自召开了苏氏高管会议，而且强行动用了苏氏所有的备用资金，转行去做未来生物科技。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！
没有真才实学，没有商业头脑。这个苏雨墨是脑子坏了，把公司的代理权都交给他。阿玉，以前是我太任性，忽略了你的感受，我知道错了。放点消息出去，也是时候让苏雨墨看清顾谦的真实面目。也是时候让苏雨墨看清顾谦的真实面目。太好了，李总，咱们早就该这么做了。我现在就去安排。可是李总，咱们就这么放弃国内市场了吗？当然不，国内一定是未来的商业天下。我要亲自成立一个墨安集团，杀回国内。放心吧，属于我的东西，谁也抢不走。我要离职，我也要离职啊！这破工作谁干谁干，反正我是不干了。啊，好想念林总啊！跟着顾谦这种烂领导，苏氏集团迟早倒闭，我们还有什么前途？哈，我就说那个生物科技项目干不了吧，这果然失败了，连工资都发不起，这是要饿死我们吗？你说什么？什么生物科技项目？苏氏就算再紧张，也不可能不给员工发工资啊！怎么回事？说，苏总，您将公司交给顾秘书管理后，他把公司账面上仅剩的3000万全都投入了未来生物科技研发项目。可是这个项目仅仅才2天就失败了，仅仅2天就亏光了3000万，还倒欠合作伙伴2000多万。是的，苏总，咱们公司现在发不出工资了，公司的老管理层全都被顾秘书开除了，员工闹着要离职，合作伙伴和股东都在楼下要我们赔钱，公司这次可能真的撑不过去了。赔钱，赔钱，让我们进去，让我们进去！怎么会这样呢？明明……今天啊，我们苏氏集团成功上市，还拿了产品冲击1等奖，未来可期呀！多亏了林总在。是啊，没有宇哥，哪有苏氏集团的今天啊？要我说，这苏氏集团没了谁都不能没有宇哥呀！哎，下次要再让我听见你们这样说，我可就真的要生气了。你们苏总每天都加班到凌晨，这次苏氏集团能够上市获奖，他可是功不可没啊。行了，走，我请你们吃烧烤去。耶！顾谦人呢？把他给我叫过来。好。雨墨姐，你找我。雨墨姐，怎么了？谁跟着？这怎么解释？不就是3000万吗？亏了就亏了，下个项目咱们再挣回来呗。这点钱对我们公司来说不算什么呢，对吧，雨墨姐？算不了什么，这可是苏氏仅剩的一丝生机。顾谦，你一个月工资还不到8000块，怎么好意思说3000万不算什么呢？你可知道，阿宇他当年为了给苏氏赢800万奖金，连续1个月吃喝都在公司里，每天睡不到3小时。苏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我比不过那个林飞宇是吗？你觉得我在他面前我就是个废物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可是苏总，要不要我？雨墨姐，我真的生气了。我承认林飞宇投胎比我强，可我能力比他强多了。你这次要是不好好哄我，我是不会回来的。苏总，要像上次一样给顾秘书准备礼物和惊喜吗？不用，去帮我查一下顾谦，我怀疑他学历造假。另外，给我召开董事会，我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。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苏氏交给你才几天，就要倒闭了。默默，你忽然把我们都叫过来，是要说什么呀？爸妈以及所有董事会成员，这段时间以来是我错了，但是你们放心，我做的错事我自己承担。我今天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
你来了。这么多人，雨墨姐，你这次也要给我准备什么惊喜啊？你马上就知道。雨墨姐，你干什么呀？天哪！秘书以前竟然是地下酒吧陪酒的，还被富婆包养过，还当过小偷。不对呀，他不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吗？不，这不是我，这个上面的照片和视频都不是真的。雨墨姐，我们之间肯定存在一些误会，我求求你把这些照片全部删了。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，你的斯坦福大学学历、华尔街实习经历全部都是假的，全部都是假的。雨墨姐，你相信我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这些都不是真的，肯定是有误解，一定是有人诬陷我呀！我已经亲自打过电话确认过了，你的母校、你的同事，他们根本就不认识。目前学历造假，实习经历造假，经过核实，我决定以苏氏集团总裁身份将他辞退，永远不许踏入公司半步。母姐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辞退我！我报了，你这是诈骗，我已经报警了。报警！母姐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报警！雨墨姐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报警啊！雨墨姐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你为了一个陪酒当小偷的小白脸，居然三番五次的打破底线，不惜赶走自己最亲近的人，没用的！就算你把顾先开了，又能怎么样？苏氏集团已经要完了。狂妄自大，没有林总的资金和人脉扶持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错了，全部都是我的错。我已经把顾谦开除了，这就是我的诚意。阿宇他一定会回来的，他一定会回来救我和苏轼的。妈，阿宇他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他只是生我的气，只是因为我看错了人，他一定会原谅我的。你说对吧，妈？苏总，我们调查了公司的监控，发现了一些新的证据。苏雨墨那个傻子，他愣是一点都没有怀疑我的来历，他到现在还以为我是斯坦福的高材生。哟，林飞宇，你有能力又能怎么样？到头来还不是乖乖的给我让位？你的这套西装，还有你整间办公室，现在都是我的了。等要不了多久，你副总的位置，还有你的老婆，也都会是我的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林飞宇，你别再闹了，不就是几个破奖杯、一张破照片吗？目前他又不知道这些，对你实在是太失望。我离开公司之后，你们就用这个钱去买水军，让他们不遗余力的谎报我。苏雨墨看到之后，自然会用更高的薪资聘我回去。那个时候，林飞宇还算个屁！原来我一直都没有相信过他。我没有。顾谦他什么都没有做错，这次我不会牺牲他，也不会让你乱来。你干的这些事儿，已经把他的心伤透了。阿宇不会再回来。阿宇，对不起，都是我错怪你。我会用我的余生来赎罪，对你和安安好。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我都会找到求他回来。
林总，根据您的吩咐，林氏资本在国内成立了墨安集团，这里就是墨安集团大楼。林总，我们在国内已经找到了第一家原料合作商，是金氏首富家族，对方今天想和你见一面。可以。等一下，小心！是你。没想到爸爸让我来见的合作对象居然是你。是啊，自从你们回国搬到金市，咱们也差不多有10年没见了。我们以前也算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吧。你别跑，等我以后长大了，我嫁给你。好啊，那说好了，不许反悔。飞宇哥，你现在是单身吗？我离婚了，已经有一个儿子了。你呢？这么多年了，一直都没成家。没办法，年少时遇到了太惊艳的人，以至于后面再遇到的人，感觉都差点意思。金妍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婚姻5年，我好像已经失去爱人的能力了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，一直等。阿宇，你愿意给我这个等你的机会吗？妈，你和飞宇已经离婚了，不要再叫我妈了。当初从一开始我就不同意这门婚事。妈，我到处都找不到阿宇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告诉我他在哪儿。我不知道。阿宇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苏总，国内忽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墨安集团，只用1天时间就把我们的市场份额抢走了1大半。苏氏现在彻底维持不下去了，除非求墨安集团合作。我不会去求他们的。等等，墨安集团，苏雨墨和安安。一定是阿宇回国之后创立的，我就知道阿宇他还是爱我的，我这就回国去求他原谅。林总，咱们要不还是先休息一下，去吃点东西吧。不用了，先把工作做完了。可是为何还要逞强呀？再怎么说也要先吃饭吧。快趁热吃吧，这个是我亲手做的。哇，林总，这隔着袋子闻得好香啊！温小姐手艺可以啊。那当然了，你从小胃不好，吃不了辣，所以我全部做的都是清淡的。我从小时候就在想，等我长大了，就能好好照顾你。飞宇哥，马上就要到你的生日了，这个是我亲手给你设计的西装，按照你的身材量身定制的，你快看看，喜欢吗？妈妈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飞宇他有胃病，从来不吃辣。你快去跟阿宇道歉呀！苏雨墨，给我一个解释，为什么我衣柜里的高级定制西装会在他的身上？飞宇哥，你发什么呆呢？啊，我就是突然想到，原来被人偏爱、被人照顾的感觉，真的很好。阿宇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那么爱我，一定会原谅我的，对吧？
请问这里是林氏集团总裁办公室吗？是你？这林总的前妻怎么来了？安安，真的是他，阿宇他真的回来了，我要见他，你让我见见他吧。不好意思，苏小姐，林总现在不在公司。李助理，我求你了，你就让我见他一面吧，我满世界都找不着他，我真的都快要崩溃了。苏小姐，我不能这么做。林总离开前交代过我，他们参加家宴期间拒绝任何人打扰。他们除了阿宇自己参加家宴，还有谁？抱歉，我不方便透露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妈，我求您让我进去见一面阿宇吧。怎么又是你？我不是你妈，你做了那么多伤害我儿子的事情，还有脸叫我妈？阿宇他不想见你，你走吧。妈，算了，让他进去吧。可是，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安安的生母，看在安安的份上，让她进去吧。再说了，她和阿宇的事，总得说开，有个结果吧。飞宇马上就回来，你先坐一会儿吧。阿宇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苏雨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飞宇哥，你是谁？为什么要瞒着我老公啊？苏雨墨，请你自重，别在我家发疯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那个瞎了眼，宁愿要实习生也不要飞宇哥的前妻。飞宇哥，菜要凉了，我们快去吃饭吧。好。站住！阿宇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啊？这是林家的家宴，你为什么要带一个外人来？外人？苏雨墨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两个字？现在，在这个家，你才是外人。是啊，就算有先来后到，那也是青年这孩子先打的。我们可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。要不是你忽然跟我儿子求婚，这婚事能轮到你？青言是我们林家早就内定的儿媳妇，我儿子顶着家族压力娶你，一照顾就是5年，把你们苏氏从2流企业扶持成杭城首富，你是怎么对我儿子的？苏小姐，5年前你抢了我的婚事，其实我不怪你，毕竟感情上的事情是不分先来后到的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一旦你没了飞宇哥的偏爱，你什么都不是。阿宇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苏雨墨，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了，是你自己没有珍惜。我已经为你破过1次例了，不会再有第2次。我们吃饭吧。好。苏小姐，以前这样的家宴都是你陪飞宇哥参加的吧？你对飞宇哥做的那些事情，我都已经听说了。既然今天你觉得我一个外人坐在这儿会让你很难受，那之前在苏家家宴上的阿宇呢？你有替他想过？妈，这是顾签，是我的。嬷嬷，今天是家宴，怎么能带一个外人回来？爸，顾签不是外人，是我的首席秘书，在公司都忙1天了，也没吃上1口饭，就留他吃个饭。苏雨墨，既然你学不会怎么爱人，那就换我来。以后我会成为飞宇哥的妻子，好好的照顾他，爱他，照顾安安。我凭什么要夺走我的丈夫和孩子？你，苏小姐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在我林氏老宅动手的？温小姐是我请来的客人，你敢打她？你这就是在跟我们林氏作对！不是的，我不是。阿宇，对不起，我只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别的女人照顾我的丈夫。
我做不到。苏雨墨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你已经不是我林飞宇的妻子了。你之所以还能站在这儿，只不过是因为你是安安的生母。我和温小姐的关系，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也没必要向你解释，因为这一切都跟你无关，而且你也没有资格对我的私生活指指点点。安宇，离婚协议我还没有签字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改正，我保证。离婚协议，你签与不签都由不得你。这件事儿已经交给林氏集团的法务部亲自处理。现在，请你出去。傅女士，请包。飞宇哥，这个是你最喜欢吃的，你多吃一点。阿姨结婚这5年很少回来，都瘦了。之前呢，是我忙于感情和工作，之后我肯定会多回来陪你的。你看你这个孩子，一家人嘛，说什么道歉的话呀？明天啊，陪老爸去钓鱼。来，干杯！这些温暖曾经都是我拥有的，可我却从来都不知道珍惜，现在失去了才后悔。阿宇，要是你能回来就好了，原谅我，我会用我这一生去弥补你。默默，默默，你怎么了？来，我送你去医院。阿宇，你终于肯原谅我了。这是哪儿？苏小姐，你醒了，你低血糖晕倒，被人送到医院了。你怎么了？来，我送你去医院。阿宇，送我来医院的人呢？他人在哪儿？苏小姐，你不要乱动，把你送医院的人已经走了，不过我这里有他的联系方式。是王嫂，昨晚送我来医院的人是王嫂，原来只是幻觉啊！也是，我已经伤透了他的心，他怎么可能轻易原谅我呢？你不用道谢，我昨晚其实不想救你的，只是安安才刚刚1岁，我实在不忍心她这么小就没了生母。王嫂，我想进去看看安安，可以吗？这苏雨墨要看安安，让他看。可是我怕他。王嫂，苏雨墨是安安的亲生母亲，孩子是她10月怀胎生下来，生安安的时候大出血，差点没了命。她有资格看安安。这样吧，每周给她3个小时的探望时间。这是什么？不是吧？你一个身家千亿的大老板，该不会连冰淇淋都没有吃过吧？还挺好吃。那你不会连游乐园都没有来过吧？这可是每一个情侣都会来的地方。雨墨，这个是下个季度的方案，我昨晚熬夜做完了。这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月苏氏集团的工作都已经忙得差不多了，明天是周末，
我想带你去游。林飞宇，你真幼稚。与其玩这种小孩的把戏，不如多花时间想想怎么让苏氏上市。秦岩，秦岩，在过去28年的时间里，我有很多个身份。我是林氏财团的继承人，是苏氏集团的顶梁柱，是我爸妈精心培养的儿子，还是苏总裁期望很高的丈夫，更是安安无所不能的爸爸。可我唯独没有自己。我更没想过，原来我自己也有享受生活的权利。飞宇哥，在我这儿，你能永远做自己。飞宇哥，以前的事儿就不提了。今天呢，我就带你把整个游乐园玩个遍，走吧。或许我真的可以再踏出那一步。好。只要有安安在，我们永远是一家3口。安安，我爱你。你是怎么当妈的？孩子都不会抱，来，安安乖啊，不哭。对不起，我之前工作太忙了，确实很少抱安安。他从小你也没怎么抱过他，他不跟你也很正常。林先生再忙，每天上班之前也会陪安安玩半个小时的。安安不哭，乖啊。那床上有他喜欢的玩具，你拿上一个陪他玩一会儿吧。乖啊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玩具是他最喜欢的，怎么你一拿，他哭得这么厉害？不哭，哎呦，啊，不哭啊，安安乖。哦，我说过了，集团的事儿我可以自己做主。好，都听你的。你别碰我。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想让你陪儿子多玩一会儿。王嫂，之前都是我的不对，我确实不懂怎么照顾孩子，您就看在我是安安生母的份上教教我吧。安安以后一定会。苏小姐，3小时的探望时间到了。你走吧，安安不需要这样的妈妈。哎呦，乖啊，安安乖，我们有爸爸。苏小姐，请吧。爸爸最爱我们安安了。哦呦，我们困了。来乖，不哭啊。小江哥，雨墨，你快来，我们的孩子会说妈妈。真的？喂，顾倩，什么？你把脚崴了？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我去接你啊。抱歉啊，我现在有点急事，先走了。他的事，难道比我们孩子第一次会说话还重要？如果时间能倒流，要是重来一次，我绝不会招顾千进公司。雨墨姐，顾倩，你来干什么？雨墨姐，我滚开！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苏氏已经破产了，我已经不是苏氏集团的总裁了。你给我起开！雨墨姐，苏总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你给我澄清一下，我没有学历造假，我也没有诈骗什么公司财产，我真的不想坐牢。你还有脸在我面前说这些？顾倩，你不过就是个卖酒的小偷，每天都在地下酒吧被各种富豪包养和灌醉，你却伪造学历到我苏氏集团，害我损失上千万。是你害得阿宇和我离婚，老公不要我，孩子也离开我了，你现在还有脸在我面前求我谅解，让我澄清？够了，苏雨墨，你以为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全都是我造成的吗？不然呢？好啊，我的好苏总，就算我不在苏氏集团里，也早晚有一天会有其他实习生被你看上，因为你已经厌烦了林飞宇，
你以为李飞宇还爱着你？李飞宇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你。但是他已经不要你，他已经走了。你变成今天这样，全都是你自作自受。你说的对，他不要我了，全是我的错，是我识人不清，是我骄傲自大，是我自以为我站在苏氏的最高处，全凭我自己的努力。但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也付出了代价，我会用我的一辈子去忏悔。顾谦，你不一样，你没有人帮你赎罪，你就等着下半辈子在监狱度过吧。于墨姐，于墨姐，苏总，我求求你了，就看在公司里面照顾你喜欢你的份上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给我闭嘴，滚开！苏雨墨，既然你不肯帮我，那我也要毁了你，谁都别想好过。这是你欠我的，你欠我的。下面我宣布，获得本季度最佳企业家称号的是林飞宇先生。飞宇哥，墨安集团才成立了半个月，你就拿下了本季度的最佳，你真厉害！林总真是年轻有为啊！是呀，听说还不到30岁，还真是有能力啊！这么厉害的人，居然甘心在苏氏集团当5年副总。我要早知道这样，就把女儿嫁给他了，那我现在也是首富了。感谢大家，也感谢林氏财团的支持。今后，墨安资本将带领整个医药科技行业继续探索更多的可能。谢谢。飞宇哥，你刚刚站在台上领奖的模样，简直闪闪发光，和小时候一样，你永远都是我的骄傲。我怎么感觉他有点眼熟啊？哎呀，他可是苏氏集团的总裁，3年前苏氏集团可是医药科技的行业第1，他还领得个奖呢。谁能想到这么大一个苏氏集团，1个星期就倒闭了？看来没有林先生，这苏氏集团就是个花架子，不中用啊！苏雨墨，你又想发什么疯？上次在林氏，你在家宴发疯，害得伯父伯母好几个晚上都睡不好觉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阿玉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再那样。既然苏氏集团已经倒闭了，他就不再是企业家了。谁让他进来的？出去！出去！谁让他进来的？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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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说就是他，把一个还没毕业的实习生提拔成副总，真是蠢到家了。谁让他进来的？我出去！苏雨墨，你3年前站在这儿的领奖台上的时候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今天会是这样一个结果。眼见你起高楼，眼见你宴宾客，楼塌了。苏雨墨，你也看到了，这里没有人欢迎，你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阿玉，我知道我自己这样很讨厌，我以后都不会再这样缠着你了。但我今天来是想恭喜你的。是吗？据我所知，墨安集团仅用了3天的时间就吃下了苏氏集团的所有市场。苏雨墨，你那么要强的人，会心甘情愿的。祝福飞宇哥。是真的，我已经成立了一个新的美容公司，虽然只有10几个员工，也没有人帮持我，但是这次我会真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追赶上你。阿宇，我是真心实意的来祝福你的，可以跟我握个手吗？阿宇，我拿到奖杯了，你看，苏氏集团年度第1。默默，恭喜你！谢谢你，阿宇。要是没有你，我也拿不到这个。未来的日子一起加油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好，苏总，那就祝你成功。我们走吧。
明已经签好了字，却没有勇气把它递给你。阿宇，我是真的不想结束跟你的这份关系。阿宇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能原谅我呢？晚上想吃什么？我做给你吃好不好？只要是你做的，都好吃。好，那我们就去老宅吧，给伯父伯母也做一份。林飞宇，我能撞你第7次，就能撞你第2次。苏雨墨，谁让你不愿意帮我？谁让你要把我放到牢里？我今天就让你尝尝失去最爱的人是什么滋味。阿宇，快让开！不要我，阿宇！阿宇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换来你的幸福，这就是我的道歉和弥补。该死，这怎么动不了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好了，出来吧。出来，老实点！你们放开我！好啊，林飞宇，原来是你！你凭什么对我挑动手脚？顾谦，你觉得我很傻？既然都已经被你撞过一次了，这种事情就不可能再发生第2次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耗时1个多月，总算是跟着山海大师做完了，手都割伤了。不过雨墨看见了，一定会很喜欢的。林总，不好意思啊，你跟苏雨墨的结婚纪念日可能要在医院里举行，我会陪她好好过这个节的。顾谦，你也太低估我了吧？你觉得我们林氏财团养了那么多的私家侦探，连这么点小事都查不出来，留着他们干嘛？所以你早就知道了，所以提前在我的车上动手脚，就等着我今天上门。好，今天是我输了，但是该死的人是你。要不是飞宇哥心软，你根本就进不来苏氏集团的大门。是你破坏了他的家庭，你又有什么资格说他？顾谦，该死的人是你才对！我真没想到阿宇的车祸也是你造成的。顾谦，做人怎么能恶毒成这个样子？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，才会把你招进苏氏集团。你连阿宇的一根汗毛都比不上！你闭嘴！林飞宇哪点比我强了？他不就是有一个好爹有个好妈吗？如果他没有出生在林氏财团，他怎么可能比我强？苏家的副总裁位置就应该是我的。你真是疯了！顾谦，你错了，财富是出生就有的，但能力是后天修的。你之所以被赶出苏氏集团，就是因为你没有能力。你胡说！你所谓的那些能力，不过是靠着一些小白脸的手段去讨好一些女人罢了。而你所谓的那些什么新计划战略，也不过是从网上抄来的2手垃圾，漏洞百出。飞宇哥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一个垃圾。你之所以能当上苏氏集团的首席秘书，不过就是利用苏雨墨泛滥的同情心，靠扮演受害者博取同情，讨好女人上位。你的能力又在哪里？你在我眼里就算是个什么东西？闭嘴！那今天你们就一起死吧！顾谦，你在公司里欺上瞒下，利用苏雨墨给你的信任，到处吃回扣要钱，随意开除员工。你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没有任何人对不起你，全都是你的报应。你胡说！顾谦，像你这种垃圾，如果不是借着苏雨墨给你的权利，你这辈子都没有资格见到我。我想弄死你，比碾死一只蚂蚁都容易。估计你这辈子也没有什么希望再见到我。把他带下去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
我想以他犯下的这些罪过，这辈子都没有希望再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。顾谦，你做了那么多伤害阿宇的事情，你不得好死！苏总，你干什么这么说我？你不是当时亲口跟我讲，我是你最喜欢、能力最强的秘书吗？定制西装、副总裁办公室还有公司管理权，不都是当时你亲口给我的吗？是不是？你不要再说了！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做过这些事情，都是顾谦在骗我。不是的，不是的。阿宇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阿宇！喂，好，飞宇哥，王嫂打电话来说家里有人在等你。伯父、伯母，吃水果。飞宇啊，我们今天来是想给你道歉来了。伯父、伯母，你们不用这样。我跟苏雨墨结婚5年，这5年里，你们一直都把我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。苏雨墨有的我都有，而且还是双倍。你们不欠我什么，也不用道歉。雨墨这孩子被我们惯坏了，从小性格就很霸道。我们一直想着他本性还是好的，没想到欺负了你这么多年。飞宇啊，我知道默默这次做错了事，默默也知道他自己错了，也辞退了顾谦，把他送进了监狱。他甚至刚刚毫不犹豫的选择用自己的命替你挡车。是啊，毕竟你们有那么多年的感情，还有了安安。雨墨这孩子其实本性并不坏，我们还是希望你们能重新和好。小雨，你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啊？小雨，你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？伯父、伯母，我一直都很尊重你们，但我跟雨墨的事儿已经无法挽回了。可是默默现在的状态很让人担心，我们不想让他后悔一辈子。飞宇啊，你看能不能看在你们曾经一场夫妻份上？苏雨墨他不仅不尊重我，而且还在精神上背叛了我们的感情。我以前的确很爱他，但是我的眼里也容不得半点沙子。我跟他已经没有可能了。有些事儿一旦做错，就没有回头。这件事终究是委屈了你。我会让默默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的。可是安安怎么办？我的外孙……放心吧，安安会在我这里养着，苏家也可以随时过来看我。伯父、伯母，请回吧。刚刚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……你怕什么？我当然怕了，你可是我等了20多年的男人，要是又被别人抢走了，我怎么办？来了。这是先生，这是一份匿名投递的文件，麻烦你签收一下。好。是什么啊？这场5年的婚姻走到最后2败俱伤，一生生和。从今往后，我和苏雨墨彻底分道扬镳。我只想做好我自己。
王嫂，这周接下来也要辛苦你了。这就走了？我这周的探望时间已经到了。你听说了吗？林先生好像要结婚了。王嫂，这周接下来也要辛苦你了。这2年来，你每周都准时来看安安，每次还给他带一大堆玩具。你现在越来越会照顾孩子了。是啊，安安也越来越喜欢我了。你要是2年前就这么对林总和安安，他们怎么会离开你林总那个时候多爱你，你说你们怎么就走到现在这一步了？是我没有好好珍惜。我现在有在努力照顾安安，发展事业，希望阿宇哪天万一想起我，能多看我一眼，哪怕1秒钟也好。你听说了吗？林先生好像要结婚了。那可是世纪婚礼，当然听说了。结婚场地又大又豪华，看了就让人羡慕。一个是京都首富的女儿，一个是海外财团的继承人，这俩结婚才要登对呢。据说温小姐等了林先生很多年，也算有个好结果了。苏小姐，你是故意的。哎，苏小姐，你去哪？简直是郎才女貌啊！太登对了。是啊。小姐，您没事吧？您要不要来杯红酒啊？下面有请2位新人喝交杯酒。祝2位新人的生活甜甜蜜蜜，幸福永远。我是想喝红酒，我想喝的是7年前的那杯交杯酒。这位小姐，您在说什么？没事。婚礼还没开始，我随便转转。他们说的对，阿宇和温小姐确实很登对，只是这样的照片，我们曾经也拍过。好，2位靠近一点，好，再靠近一点，对着彼此笑一笑。阿宇，嫁给你我真的好开心啊！你是我第一眼就喜欢的男人，我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。好，只要你说到做到，我也会一辈子保护你。好，这个姿势非常好，来，1、2、3，亲爱的。阿宇，我是真没想到，有一天你的结婚照上会出现别的女主角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无论我做什么都无法挽回。这位小姐，您是新郎的亲戚吗？之前怎么没有见过您？这位小姐，您是新郎的亲戚吗？之前怎么没有见过您？算是吧。我说呢，我是青妍的朋友，青妍今天结婚，我真替她开心。我和青妍已经认识好几年了，他们那会儿呢还在国外，她跟新郎是邻居，他俩呀从小就是一起长大的。青妍从出生开始就被林氏集团认定为是未来的儿媳妇了。是吗？我没有听阿宇提起过。说起来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。谁知道新郎长大后会被一个2流企业家的女儿给抢走呀？这先来的还打不过这后来的，你说这是什么道理？不过我们家青妍说了，她从几岁的时候就对新郎一见钟情了。一见钟情？女儿啊，他就是林氏财团的继承人，这次回国呀是找合作伙伴。今天啊，所有来的人都是冲着他去的。如果咱们苏氏财团能跟他合作，那可就
好帅呀！我要追他。其实我也是一见钟情。您刚刚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幸亏呀，那个二流企业家的女儿不识货。听说他们结婚5年了，感情都不好，还因为一个要实力没实力、要学历没学历的实习生给新郎难看。新郎实在是忍不了，就和他离婚了。所以呀，我家青岩才能成功上位。青岩等了20多年，也算是终于等到了。我这个做闺蜜的也是真替她开心。安宇的前妻真是个傻子。不过有件事情挺奇怪的，你说林氏财团它在国内的名字为什么会叫墨安集团呢？你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是听别人说的。他说这个名字好像跟他前妻有关系。希望不是真的吧。你说的对，谢谢你。万一是真的呢？哎，你去哪儿？为了墨安集团这个名字，我也要再勇敢一次。我要为自己再争取最后一次机会。神经病！现在请新郎新娘入场。小雨，我们的儿子终于找到他的幸福了。新娘，你是否愿意嫁给你眼前这个男人，此生爱他，保护他，尊重他，就像爱你自己？我愿意。新郎，你是否愿意娶这个女人为妻，和她缔结婚约？我愿意。现在，请新郎为新娘戴上戒指。阿宇，我觉得这一切好不真实，就跟做梦一样。我也是，没想到小时候一起玩过家家的女孩，真的成为了我的妻子。没想到小时候看的童话故事里的公主，真的等到了她的王子。等一下！等一下！我的天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个婚礼上怎么会出现2个新娘？我怎么觉得他有点眼熟啊？想起来了，他就是以前苏氏集团那个总裁，新郎的前妻。这苏氏集团不是被一个小白脸整得倒闭了吗？不过他都已经离婚了，怎么还穿成这样？恶心谁啊？苏雨墨，看在你是安安生母的份上，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你。上次你在林氏家宴发疯，在飞宇哥的颁奖典礼上闹，可你不该出现在这儿。这是我和他的婚礼，你伤害了他5年，你还想干什么？青年说的对，苏雨墨，你可别忘了，2年前小雨就已经跟你离婚了，可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你还要拆散他？林氏不欠你，阿玉也不欠你，他疼爱照顾你了5年，还不够吗？谁让他进来的？给我出去！伯父伯母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要搞砸阿宇的婚礼，可是我如果今天不来的话，我会后悔一辈子。阿宇，我今天来只想要一个最后的结果。阿宇，我今天来只想要一个最后的结果。苏雨墨，我跟你之间的感情在2年前就已经断得彻彻底底。现在之所以你还能每周过来探望安安一次，还能继续当安安的生母，已经是我对你最大的让步。阿宇，我知道你对我的让步。5年前我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情，按照你的脾气，我能站在这儿都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只是，曾经我也是你的新娘，结婚那天你跟我说过，你会一直爱我，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的。默默，只要你不气我，我必不会负你。只要你的心没有变，我会永远爱你，一辈子只爱你一个人。苏雨墨，我做的承诺从来都没有实现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是你先抛弃我的。我连飞宇从来不会失信，
但也绝不会爱上一个弃我而不顾的人。而且，你今天穿着这身，来到我跟青岩的婚礼，已经斩断了我们之间所有的感情。苏雨墨，你走吧。听见了吗？他不喜欢你了，让你走，就是因为你阿宇受了多少苦，他早就应该放弃你，追寻自己的幸福。我青岩能做的我也都能做。阿宇，我可以学着给你做饭，我也可以无微不至的照顾你，我可以等你很多年，我等你一辈子。阿宇，我的爱不比温青岩差，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苏雨墨，迟来的爱已经不是真爱了，更何况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你了。我一直都是一个很专一的人，所以今后我所有的爱也只会给青岩一个人。你站住！阿宇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我，你一直都是爱我的，要不然你怎么会给国内的公司起名叫墨安集团呢？难道不是雨墨和安安吗？阿宇，承认吧，你对我不可能一点情分都没有。苏雨墨，你错了，我之所以起名叫墨安，跟你的名字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可能，我不信。墨安是默默安好的意思。苏雨墨，有些东西很长久，但也很容易破碎，一旦它碎了，就再也无法挽回。往后的日子，我只想带着安安过更加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带着遗憾和留恋吧，在各自世界里，或许要错过你才是最后结局，当作是场游戏。我们的爱落幕了，心痛陌路了，不再熟悉了，或许已经注定让你。这一刻，我才明白，有些人失去了，就是一辈子。阿宇，早知道你我之间再也回不到当初的圆满，那时候你的手我应该攥得紧一些，再紧一些。阿宇，往后余生，就当我和往事都是一场空吧。